本次印巴空战中，除了歼十 C 使用 PD-15E 击落阵风之外，激光武器也是一大亮点。根据巴基斯坦的说法，自家的预警机都没有开机，印度无人机就被击落了。无论是印度国产的天空打击，还是外购的苍鹭无人机，都是如此。其中出力最大的就是 LW-30 寂静狩猎者，一款中置激光武器。寂静狩猎者很早就已经亮相了，沙特那边也买了。实战数据显示，对胡塞无人机的拦截率达到了 97%。这次面对印度无人机，实战效果也不错。不过就和阵风被击落一样，印度无人机频繁落地也存在内幕。根据当前的数据来看，在本次印巴冲突中，巴基斯坦一共击落印度84架无人机。说实在的，这个数字不算多，扔在乌俄战场上，连个水花都飘不起来。不过重点是这些无人机如何被击落的。对于这个问题，巴基斯坦没有明说，但是有媒体报道，中置的寂静狩猎者激光武器就是击落印度无人机的主力。该系统甚至击落了印度从美国购买的 MQ-9 死神。那么在此期间，印巴上空到底发生了什么？2025年5月8日，印巴边境上空，数十架无人机呼啸而过。印度发动辛多尔行动，向巴基斯坦发动大规模无人机攻势。从自杀式无人机到察打一体机，从电子诱饵到巡飞弹，各种无人机应有尽有。就战场情况来看，印度这次出动的无人机包括以色列哈洛普、苍鹭以及波兰战友巡飞弹，目的是通过饱和式打击巴基斯坦的军事基地和弹药库，消耗巴方防空资源，一雪阵风被击落的耻辱。但是没想到，印度闹了更大的笑话。苍鹭无人机刚进入巴基斯坦领空就被击落，失去侦察引导的后续机群乱作一团，没有发挥丝毫作用。巴基斯坦空军中校哈桑看着雷达上不断消失的红点表示，预警机都没开机，你们怎么就倒下了？这次也是印度国产的天空打击无人机首次实战化部署。这款号称射程100公里、弹头5公斤的无人机，实战时因电子干扰频频失准，甚至落在信德省农田。而且在印度吹爆了天空打击无人机残骸里，有美国芯片、以色列导航模块和法国电池。火力军觉得有这些材料，自己都能手搓一个出来。如果不算天空打击这种印度国产无人机，印度这次攻势并不算弱。比如哈洛普自杀式无人机，这个不是那种几千美元一架的小型无人机，其单价大约30万美元，可携带15公斤战斗部，并且采用人载回路控制模式。理论上来说，可以精准打击雷达站、指挥所等高价值目标。以色列的苍鹭无人机属于中高空长航时无人机，能够在超过1万米的高空持续飞行52个小时，可以携带重达250公斤的传感器载荷，包括红外热成像摄像机、机载地面监视系统等。也正是因为性能出色，出口了多个国家，包括澳大利亚、加拿大等。既然性能还不错，为什么会被巴基斯坦频繁击落？原因也很简单，巴基斯坦拥有完善的防空体系，以及印度无人机的攻势太过混乱。实际作战时，巴基斯坦空军的歼十 C、枭龙、F-16等战机以及拉哈尔空域构建的防空网，使得无人机还未靠近就被拦截。歼十 C 与枭龙则分别承担电磁压制和直接打击任务。苍鹭无人机就是这样没的，那些小型的无人机则交给寂静狩猎者负责。现在都已经2025年了，激光武器没什么好稀奇的，威力呢也大差不差。寂静狩猎者于2016年首次亮相，标准输出功率30千瓦，最大射程4000米，主要作用就是拦截低空无人机，可在800米的距离上击穿5层2毫米厚的钢板，或在1000米的距离上击穿5毫米钢板。当然，想要拦截无人机，最重要的是如何发现。寂静狩猎者配备了高精度雷达和光电跟踪系统，即使在复杂电磁环境下，依旧可以牢牢锁定目标。实际作战时，只需要6秒的时间就能完成对来袭无人机的切换与瞄准。除了巴基斯坦，沙特这位中东土豪也拥有寂静狩猎者。2022年的时候，就使用该系统击落胡塞武装无人机，当时的数据显示，拦截率达到了97%。除了寂静狩猎者性能好之外，印度无人机也是一个问题。这次被击中的无人机中，包括以色列的哈洛普、苍鹭、美国改进型捕食者无人机 TB2 等，甚至还有消息称其中包括 MQ-9 死神。其中哈洛普是印度的主力攻击型无人机，具备自主搜索和反辐射打击能力，承担自杀式突防任务，占击落总数的60%以上。
部分残骸显示被巴基斯坦红旗16击毁。苍鹭无人机主要用于战场监视和火力引导，捕食者无人机少量参战，执行侦察或诱饵任务，用于消耗巴方防空火力并探测雷达信号。TB2 无人机被击落数量较少，具体作战用途未完全公开。至于 MQ9 死神被击落，火力军觉得不太可能。有消息称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控制线沿线击落了印度从美国购买的 MQ9。不过就目前来看，印度的确购买了 MQ9， 价格也挺贵，31架 MQ9 39.9亿美元，比 F-35都要贵。但问题在于，印度陆军与空军都在等着接收 MQ9， 目前美军只租给印度海军2架 MQ9， 只进行海上巡逻，不太可能在克什米尔被击落。各大媒体也没有报道这件事。除了 MQ9， 其他几款无人机被击落已经是板上钉钉了，其中最大的原因还是在印度身上。对于印度的无人机实力，火力军只能说国产技术不行，但是肯花钱。印度的无人机发展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，只是当时技术太过匮乏，主要依赖外购，比如从以色列采购搜索者系列与苍鹭，并从美国购买无人靶机。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印度军队的部分需求，积累了无人机使用经验。不过印度的个性大家也都知道，连战机都想自研，更别说无人机了，只是结局不是很好。其早期研发的无人机项目为尼尚特，1991年立项，2001年首架原型机试飞成功，2011年交付军方使用。作为一款早期项目，其性能并不理想，实际表现与预期相差甚远，频繁发生坠机事故，现在已经停飞。在研发期间，印度推出了鲁斯图姆系列无人机，研究了几十年，也只有2款型号，结果项目还是被取消，至今并未服役。其中，鲁斯图姆2于2016年首飞，建造了4架原型机。按照要求，这款无人机的续航要在1000公里以上，滞空18小时左右，可携带350公斤左右的有效载荷。只是从首飞到2024年，航程停留在250公里，无法继续突破了。续航时间也只有8小时左右，只有载重勉强达标。于是，在2024年1月，印度国防部将鲁斯图姆无人机正式下马，给出的理由也很直接：性能太差，没有合适的发动机，无法满足军方提出的要求，项目成本过于昂贵等。在此之后，印度又提出了一款飞行高度9000米以上、续航时间24小时的无人机，名为 G-10， 研发模板为以色列的赫尔墨斯900。在以色列的帮助下，这次倒是成功了，目前已经进入印度海军服役，并建造了22架。其中超过70%源自印度制造。印度目前最新的建造项目则是勇士隐身无人机，缩小尺寸，在2022年首飞，并且印度还计划在2030年部署8款隐身无人机。说实在的，在技术储备不足的情况下，这就是一个 PPT， 靠 PPT 打仗能赢才怪。除了这些，印度还推出了一个蜂群无人机系统，说是每套能同时放飞100架小型智能无人机，并且还带 AI。可以自主识别目标，并攻击50公里外的位置，看起来很猛，堪称全球首次高密度蜂群作战，明显在吹牛。美国都没有这样说，印度凭什么？如果只是单纯的部署100架无人机，没一点技术含量，算不上蜂群作战系统。就无人机领域而言，印度国产无人机的性能在世界领域根本排不上号，但是在印度媒体的报道中，印度的无人机几乎无所不能，堪称世界之最。媒体信就算了，这也影响到了军队，这次印巴空战就是最直接的例子。不过印度国产无人机不行，并不代表印度无人机实力不好，毕竟还有外购。就跟上面说的那样，美国的 MQ9、以色列的哈洛普、苍鹭等等实力都不错。在印巴冲突中，哈洛普、苍鹭都被印度派往巴基斯坦作战。那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还是以失败告终？对于印度的失败，火力军只能说，在现代战场，无人机的确很好用，但是这东西更多的是体系作战，单靠无人机的性能并不能决定胜负，单纯的堆数量也毫无意义。印度不属于无人机制造大国，也不是一个研发国家，核心部件如涡喷发动机、飞控系统依赖进口。2025年无人机国产化率不足 40%， 军方与本土企业的协作效率低下，新装备研发周期平均超10年，主要通过购买成品扩充实力。不过在无人机发展迅猛的时代，无人机买到手就落后，并且与有人战机这种拥有较大自主性可以单独作战的飞机不同，无人机必须依靠地面、后方的指挥以及软件的更新调整，这都需要一整套的从地面到天空，从前方到后方，从战斗到后勤，
从使用到研发的体系才能发挥最大效力。这点属于印度的弱点，毕竟型号太杂了。就像在战机领域，美俄与俄罗斯的型号都有，数据链不匹配，加上预警机数量稀少，作战时候无法形成体系，最终造成阵风战机被击落。无人机领域也是如此。如果单架小型无人机攻击敌方腹地，个人性能大于战场体系，但是在无人机大规模作战的情况下，体系才是重中之重。而在这次印巴空战中，印度军方犯的错很多，最直接的就是过度迷信以量取胜。印度空军参谋长曾宣称100架无人机就可以瘫痪巴基斯坦防空体系。印度媒体也表示，巴基斯坦没有有效反无人机手段。从上述发言中，各位能看出来，印度也太低估巴基斯坦的反制手段了。但事实证明，在体系化的防御面前，无人机就是移动靶子。巴基斯坦这边通过购买中质武器组成防空体系，在面对大规模无人机攻势时，直接挨个点名。部署在边境的寂静狩猎者几乎做到了一炮一个无人机。最后就是无人机蜂群的应用方式，在各国的设想中，蜂群是小且快，并且数据链互通，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执行打击任务。但是很明显，印度这不是蜂群作战，只能说是大规模无人机作战。在印度的攻势中，巡航速度最快的苍鹭只有每小时220公里，加上没有隐身能力，在巴基斯坦已经有防备的情况下，贸然进入敌方领空执行侦察任务，那就是松战机。而且以色列的无人机、法国的阵风战机、俄罗斯的 S-400 防空系统看似先进，却难以融合。现代战争比的不是谁家无人机多，而是谁能把无人机、有人机、防空系统结合到一起。一定程度上来说，无人机不是游戏规则的改变者，而是体系化作战中的一枚棋子。很明显，印度没有理解这一点。除了以上这些原因，印度自己也怂了。巴基斯坦摧毁的84架印度无人机中，很大一部分是一些自杀式无人机。由于忌惮巴基斯坦空军，印度不敢在巴基斯坦方向投入大型无人机。在苍鹭无人机被击落之后，印度对巴基斯坦发动的袭击都是以哈洛普为主， MQ-9 更是没有上场。印度吹嘘的隐身无人机也只是 PPT。 也就是说，印度这是让一款自杀式无人机在没有情报支持、体系作战的情况下，闯入敌方已经准备就绪的防空网中。对此，火力军只能说，无人机的确是自杀式，哈洛普也可以凭借较小的体积躲避地空导弹和雷达的追踪。但是在敌方已经有防备，并且防空体系完善的情况下，这不是攻击无人机了，而是送菜童子。总的来说，无人机的确很好用，但并非无敌。激光武器就是最大的敌人，不仅便宜，效果也不错。那些车载高机动、高功率微波武器系统也是专门用来拦截微型、轻小型无人机弹体或蜂群，可以实现对无人机目标的低成本毁伤。对于无人机而言，体系作战才是最好的选择。就像以色列的苍鹭无人机，如果搭配以色列自己的战机与防空系统，在确定敌方防空缺口的情况下，再执行侦察任务，不至于刚出手就被击落。至于印度，使用苍鹭无人机与哈洛普就是浪费。就火力军来说，没有体系作战，也可以派遣一些小型的无人机绕后执行打击任务，成功率反而会高一点，而不是组团打击巴基斯坦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，如果是以色列负责这场无人机对战，结果会是如何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点点关注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